在社会上混，必须要狠狠记住这25个心眼。一、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听假话，因为真话往往最伤人，而听假话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相往往是残酷且带刺的，而谎言却像包裹着糖衣的毒药，甜美诱人。人性深处都渴望被认可、被赞美，哪怕这种赞美是虚假的。当你直言不讳地指出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时，你以为你是为了他好，但在对方潜意识里，这是一种攻击，是对他自尊心的践踏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直面惨淡真相的勇气，他们更愿意活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幻想中。比如，同事穿了一件并不适合他的衣服，你如果实话实说真难看，只会招致怨恨。但如果你说这颜色很衬你的肤色，他会心花怒放，并且觉得你这个人会来事。学会说好听的假话，并不是让你虚伪诈骗，而是一种高情商的社交保护色，它能润滑人际关系，减少不必要的摩擦，满足别人的虚荣心，就是给了别人面子。而面子是成年人社交的硬通货，那些总是标榜心直口快的人，往往不是真性情，而是缺乏同理心和社会智慧的表现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大染缸里，看破不说破，适度地用善意的谎言去迎合人性，才能让你游刃有余，少走弯路。记住，真话留给自己反省，假话留给别人听，这才是成熟的生存法则。二、独处守住心，群处守住嘴，财不外露，话不炫耀。别什么话都说，什么事都做，其实很多亏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这句老话在任何时代都是金科玉律。人在独处时最容易胡思乱想，产生各种杂念，所以要守住自己的本心，耐得住寂寞，专注于提升自我。而人在群体中时，往往容易被氛围感染，情绪上头，从而口无遮拦。很多人吃亏就吃在嘴快和显摆上，你随口吐槽领导的一句话，可能转身就被传到了领导耳朵里。你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，立马就会招来借钱的、嫉妒的，甚至算计你的人。人性中有种阴暗面，叫做见不得别人好，特别是身边熟悉的人。你的成功和财富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种刺痛。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要把自己的底牌、隐私、计划全盘托出。你以为是在分享喜悦或倾诉烦恼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在炫耀或者是软弱可欺的信号。保持适度的沉默和神秘感，是一种高级的自我保护。财不外露能避灾，话不炫耀能避祸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是闷声发大财，低调做大事，凡事三思而后言。不要让自己的一时口快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把柄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算计的社会，沉默往往比喋喋不休更有力量，也更安全。三、人际关系的好坏，不在于你怎么对待别人，而在于你自身的强弱。只有强者才能获得尊重和宽容，这是社会社交最残酷但也最真实的底层逻辑。很多人误以为，只要我对别人好，别人就会对我好；只要我卑躬屈膝、委曲求全，就能换来和谐的人际关系。这简直是大错特错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。当你弱小时，你的好在别人眼里是廉价的，甚至是理所应当的。你微不足道，你的感受和尊严自然也就容易被忽视。这就好比一只蚂蚁对大象示好，大象会在意吗？甚至可能一脚踩死你都不知道。但当你强大时，当你拥有了资源、地位、
金钱或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能力时，你会发现身边全是好人。黄渤曾说过，以前在剧组里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小心机，现在成名后身边全是好人，每一张都是洋溢的笑脸。这就是现实。当你强大了，你的坏脾气叫有个性，你的缺点叫不拘小节；当你弱小时，你的个性叫不合群，你的优点都可能被说成装模作样。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讨好别人上，去讨好你自己，去提升你的硬实力。当你站在山顶时，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。你的实力就是你社交最大的底气。4. 越不懂拒绝的人，麻烦越多。别人好意思麻烦你，你一定要好意思拒绝。烂好人是这个社会上活得最累、最不被珍惜的一类人。你以为你的有求必应能换来感激和友谊，实际上你只是在培养别人的得寸进尺。人性往往是欺软怕硬的，你越好说话，别人就越觉得你的时间不值钱，越觉得你的付出是廉价的。一旦你习惯了不拒绝，偶尔一次拒绝，别人不仅不会感激你之前的付出，反而会记恨你，觉得你变了，不够意思。这就像升米恩斗米仇，别人好意思为难你，给你制造麻烦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拒绝？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都是有限的资源，应该花在自己身上，或者花在值得的人身上。学会拒绝是成熟的标志。拒绝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愧疚，简单的不行、不方便、没时间，比任何委婉的借口都有效。当你开始学会拒绝那些无理的要求、无效的社交、不合理的索取时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突然清静了，麻烦变少了，而且别人反而开始尊重你了，因为你设立了底线，别人通过你的底线看到了你的原则。记住，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没有底线的善良是对恶的纵容，也是对自己的残忍。5. 保持距离，保持神秘，千万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人，更不要亮出你的底牌。一旦别人觉得你没用，翻脸会比翻书还快。请记住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是不会欺负你的。人与人之间最安全的关系，不是亲密无间，而是保持适当的距离。距离产生美，更产生安全感。在这个利益交织的社会网中，完全的信任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。你把心掏给别人，可能换来的不是真心，而是一把刺向你的刀。不要轻易亮出你的底牌，无论是你的核心资源、致命弱点，还是你的终极目标。当你的底牌被别人看穿时，你就失去了博弈的主动权。别人了解了你的一切，就掌握了拿捏你的七寸。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或者你的存在阻碍了别人的利益，那些曾经看似亲密的人，翻脸的速度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保持神秘感，让别人摸不透你的深浅，他们就会对你心存敬畏，不敢轻易造次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所云：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震。这种神秘感是你最好的防弹衣。不要像一张白纸一样让人一眼看穿，要像一本书，让人读不懂、猜不透。别人不了解你，不知道你的背景、实力和手段，自然会有所忌惮，不敢轻易欺负你。在职场和社交中，适度的伪装和保留，不是狡诈，而是必要的生存智慧。6. 给别人好处要慢慢来，不要一步到位。你在试探别人，别人也在试探你。人性本贪，且容易习以为常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巨大的好处，别人不仅不会感激涕零，反而会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做的。
甚至会认为你有所图谋，或者你很傻很好骗。一旦你后续的给予减少了，或者停止了，对方产生的落差感会转化为怨恨，觉得你变了，小气了。聪明的做法是小恩小惠，细水长流，给好处要像挤牙膏一样，一点一点的给。这不仅能降低你的成本，更能拉长对方的期待感和感激周期。每一次给予都是一次试探，看对方是否懂得感恩，是否值得你继续投入。如果对方是个白眼狼，你及时止损也来得及。同时，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在建立一种心理博弈的优势。你掌握着给予的节奏和主动权，对方为了持续获得好处，就不得不配合你，尊重你。这就像驯兽一样，只有在他表现好时才给一块肉，他才会越来越听话。如果你一次性把一盆肉都给他，他吃饱了不仅不会理你，说不定还会咬你一口。在利益输送的关系中，保持饥饿感，才能维持长久的控制力。7. 低调做人，你会一次比一次稳健；高调做事，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。在这个充满嫉妒和暗箭的社会里，低调是最好的保护色。做人要收敛锋芒，不要处处争强好胜，不要在言语上压人一头。当你把自己放得很低时，别人就没有攻击你的靶子，你就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稳步前行，积蓄力量。但是，低调做人并不意味着做事也要畏首畏尾，恰恰相反，做事必须高调、果断、漂亮。你的能力和价值需要通过具体的事来体现。在工作中，在关键时刻，要敢于亮剑，敢于承担责任，把事情做到极致，让人无可挑剔。低调做人是修养，是智慧，是为了减少阻力；高调做事是能力，是魄力，是为了证明价值。这两者并不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就像一位武林高手，平时深藏不露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但一旦出手，便是雷霆万钧，一招制敌。只有将这两者完美结合，你才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，不断向上攀登，成为真正的赢家。8. 一眼都能看破的事情，要装糊涂。谁也不傻，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人生哲学，也是成年人社交的高级境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是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。看破不说破，是给别人留面子，也是给自己留余地。当你发现领导在吹牛，同事在甩锅，朋友在撒谎时，如果你当众揭穿，你以为你是正直，其实你是愚蠢。你让别人下不来台，别人就会让你下不来台。谁也不傻，你能看出来的猫腻，别人未必看不出来。大家都在装傻，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与利益的平衡。装糊涂不是真糊涂，而是心如明镜，口如瓶口。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较真，不纠缠。在涉及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上，心里要有数，暗中做好防备，但表面上依然可以云淡风轻。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本事，能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是非。真正聪明的人，往往看起来都有点笨，因为他们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示弱和藏拙。9. 至少留30%的热情给自己。毫无保留的人往往输得最惨。对别人好的前提是先对自己好。很多善良的人，在感情或人际交往中，习惯于倾其所有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对方。他们以为这种毫无保留的付出能换来同等的回报，结果往往是输得一塌糊涂，伤痕累累。
人性是经不起太高烈度的考验的。当你把100%的热情都给了别人，你就失去了自我，变得依附于人。你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牵着走，你在关系中就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，而且你的过度热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，或者让对方觉得你的爱太廉价，从而不再珍惜。爱人先爱己，谋爱先谋生。无论多爱一个人，无论多看重一段关系，都要留30%的空间给自己。这30%是你的尊严，你的底线，你的独立人格，也是你随时转身离开的底气。只有当你学会好好爱自己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，别人也才会尊重你，爱你。记住，不要做燃烧自己、照亮别人的蜡烛，要做自带光芒的太阳。凡事要留后路，学会稳中求胜。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要想长远一点，不能因为平时一点小事就毁了自己一辈子。学会圆滑处事，狡兔3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稳固的。今天的朋友可能变成明天的敌人，今天的铁饭碗可能明天就碎了。所以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，留最好的后路。做事不要做绝，说话不要说死，给别人留后路，往往就是给自己留后路。当你把别人逼到绝境时，对方的反扑可能会拉着你一起毁灭。在职场中，不要把所有的筹码都压注在一个项目或一个人身上。在生活中，不要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一个篮子里，要有危机意识和长远眼光，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，去得罪不该得罪的人，去触碰法律或道德的红线。很多时候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圆滑处事不是让你做墙头草，而是让你懂得变通，懂得趋利避害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，在策略问题上灵活多变，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长跑中稳中求胜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跟女人交流，不要跟她讲道理，而是要关注她的感受。跟男人交流，不要跟他谈感情，而是要关注他的思维。男女来自不同的星球，思维方式有着天壤之别。女人是听觉动物，更是感性动物。当她向你倾诉烦恼时，她需要的不是你冷冰冰的分析和解决方案，而是一个拥抱，一句亲爱的，你受委屈了。如果你试图跟她讲道理，争论谁对谁错，你赢了道理，往往就输了感情。而男人是视觉动物，更是理性动物。当他在谈论工作或计划时，他看重的是逻辑、效率和结果。如果你跟他谈论太多虚无缥缈的情感和感受，他会觉得你不可理喻，甚至觉得你很烦。懂得这种性别差异，是经营两性关系和社交的关键。在与异性沟通时，要学会见人下菜碟。对女人，多一点共情，多一点倾听，多一点甜言蜜语；对男人，多一点肯定，多一点逻辑，多一点实际支持。不要试图用男人的思维去要求女人，也不要用女人的思维去衡量男人。顺应对方的思维模式，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，让关系更加和谐。男人就应该人间清醒，搞钱上瘾，别整天别人不喜欢你，不体谅你。当你有钱了，鬼都爱你。这是一个极其现实，甚至有些冷酷的道理，但对男人来说，却是必须面对的真相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对于男人而言，它是尊严的基石，是自由的保障，更是守护家庭的铠甲。很多男人沉溺于儿女情长，
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颓废消沉，或者整天抱怨怀才不遇、世态炎凉，这都是软弱的表现。当你没钱没势时，你的深情在别人眼里可能是纠缠，你的抱怨在别人眼里是无能的怒吼。正如黄渤所言，当你成功了，身边全是好人；当你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，你会发现以前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开始巴结你了，以前那些对你爱答不理的人开始对你嘘寒问暖了。这不是世界变了，而是你的筹码变了。所以男人要戒掉玻璃心，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提升自己、搞事业、赚大钱上。当你强大了，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。当你兜里有钱，你才有资格谈诗和远方，才有能力给爱的人真正的幸福。13. 女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即使把家里管理得再好，在男人眼里也是一文不值。这话说得很扎心，但无数家庭主妇的血泪史证明了它的真实性。很多女人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，甘愿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，以为这样能换以此生的安稳和感激。然而现实往往是，当你伸手要钱时，当你与社会脱节时，你在男人眼里的光环就开始褪色了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在婚姻中也是如此。没有经济独立的女人，很难有人格独立。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孩子教育得乖巧懂事，这些付出是巨大的，但在很多男人潜意识里，这些都是隐性价值，远不如他拿回家的真金白银来的直观。而且长期脱离职场会让你的眼界变窄，跟不上男人的步伐，最终导致共同语言的丧失。女人一定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，哪怕收入不高，那也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工作带给你的不仅仅是钱，更是社交圈子、成就感和自信心。当你拥有随时离开男人的能力时，男人才会真正的尊重你、珍惜你。记住，最好的婚姻关系是势均力敌，而不是依附与被依附。14. 小孩子才分对错，成年人只看利弊。一个心智成熟的人，不会为了是非对错与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自己认为是对的，做就行了。小时候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非黑即白的，好人就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，对错分明。但走进成年人的世界，你会发现，这里更多的是灰色地带。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立场的不同和利益的博弈。如果你总是执着于争论对错，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，那你不仅会活得很累，还会得罪很多人。因为你赢了口舌之争，却输了人际关系，甚至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。比如在职场上，领导的决策明显有漏洞，你当众指出来证明你是对的，结果可能是你被穿小鞋，因为你动了领导的权威。成熟的人懂得求同存异，他们看重的是结果，是利弊得失。如果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，哪怕它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常规，也值得去做。如果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害，哪怕它是所谓的正确，也要避而远之。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改变别人的观点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把争论的时间用来做实事，用结果说话，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顶级智慧。15. 再难也不要发在朋友圈，没有人会真的同情你，还会招来一大堆看你笑话的人。保持坚强和独立。朋友圈现在已经变味了，它不再是单纯记录生活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充满了攀比、炫耀和人设的社交秀场。在这个秀场里，人们习惯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而对于别人的苦难，大多是看客心态。当你遇到困难、痛苦、
委屈时，如果在朋友圈倾诉，你以为能得到安慰，实际上，真正关心你的人会直接私信或打电话，而不关心你的人，要么视而不见，要么在心里暗自嘲笑，看，他过得也不怎么样嘛。甚至你的软弱和崩溃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你的痛苦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矫情。与其在朋友圈博取廉价的同情，不如把伤口藏起来，自己默默舔舐。学会自我消化负面情绪，是成长的必修课。把朋友圈留给美好和正能量，把真实的情绪留给懂你的人，或者留给自己。保持坚强和独立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崩溃的样子，因为你的脆弱只能展示给值得的人看，或者谁也不给看，只做自己的避风港。16. 群处守嘴，独处守心。人多的地方少说话，不仅能让你显得高深莫测，还能避免祸从口出。古人云：言多必失。在人群聚集的社交场合，话多的人往往容易暴露自己的浅薄和弱点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可能被有心人听去，成为日后攻击你的把柄。而且，滔滔不绝的人往往给人一种浮躁、不稳重的感觉。相反，那些话少的人，往往更懂得倾听和观察。他们不轻易表态，不随意评价，这不仅能让他们保持一种神秘感，让人捉摸不透，还能让他们在暗处看清局势，掌握主动权。群处守嘴是一种修养，更是一种智慧。它要求我们在复杂的社交环境中保持冷静和克制，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，没把握的话慢点说。而独处守心则是在没有人的时候，要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不生邪念，不甘堕落。只有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繁华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学会闭嘴，有时候比学会说话更重要。17. 面对不喜欢的人，最好的报复不是翻脸，而是微笑着夸赞他，把他捧杀，让他迷失在你的糖衣炮弹里。直接翻脸是最愚蠢的报复方式，因为它不仅暴露了你的情绪，还可能激化矛盾，给自己树立明面上的敌人。高段位的人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喜恶。当你面对不喜欢的人时，试着去夸赞他。这种夸赞，一方面可以展现你的大度和涵养，让周围的人觉得你识大体；另一方面，这是一种高级的捧杀策略。如果你不断地吹捧一个人，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他就会变得膨胀、自负，最终因为认不清自己而犯下大错。正如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你的微笑和赞美，就是让他疯狂的催化剂。而且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你对他客客气气，他也找不到攻击你的理由。这种软刀子杀人，往往比硬碰硬更有效，也更安全。当然，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演技，但一旦练成，你将无往不利。18. 做人不能太老实，该翻脸时就翻脸。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否则在别人眼里就是软弱可欺。从小我们被教育要做个好人，要忍让，要吃亏是福，但在成年人的丛林法则里，毫无底线的善良就是软弱。如果你对谁都好，对谁都忍，别人就会觉得你没有原则，好欺负。你的善良要给那些懂得感恩的人，对于那些得寸进尺、不知好歹的人，必须亮出你的獠牙。该拒绝的时候果断拒绝，该发火的时候大胆发火。你要让别人知道，你是有底线的，触碰了你的底线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带锋芒的善良，才是真正的保护色。它能帮你筛选掉那些想占你便宜的烂人，也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我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只有当你拥有了随时翻脸的能力和勇气，你的善良才会有价值，你的忍让才会被人感激。不要做任人宰割的羔羊，要做一头温顺但有力量的狮子。19. 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。君子生非义也，善假于物也。学会借力打力，才能事半功倍。荀子在《劝学》中说，君子生非义也，善假于物也。意思是君子的本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，只是他们善于借助外物罢了。在现代社会，这个物不仅仅是工具，更是人脉、资源、平台和别人的能力。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无论你多聪明、多能干，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。真正的高手都是整合资源的大师，他们懂得发现别人的长处，并利用这些长处来为自己服务。比如，你想做成一件事，自己能力不足，那就去找这方面的专家合作。你想进入一个圈子，自己没有门路，那就去找在这个圈子里有话语权的人引荐。学会借力，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一种高效的处世智慧。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你自然能看得更远。不要不好意思麻烦别人。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，只要你能提供相应的价值，借力就是一种双赢。20. 守住秘密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。不管是别人的秘密，还是自己的秘密，烂在肚子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秘密是人际交往中的高压线，很多人为了拉近关系，或者是为了炫耀自己消息灵通，喜欢四处传播秘密。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，更是极其危险的举动。对于别人的秘密，如果你守不住，你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，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嘴巴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跟你推心置腹。对于自己的秘密，特别是关于你的财富、野心、弱点或者是过去的糗事，一旦泄露出去，就可能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武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绝对不透风的墙。你告诉风，风会告诉整片森林。最好的保密方式，就是谁也不说。要学会做一个嘴严的人，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保护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。守口如瓶是一种高贵的品质，也是行走江湖的护身符。21. 求人办事，礼必先到。不要相信所谓的事成之后必有重谢，那都是空头支票。中国是人情社会，礼尚往来是基本规则。当你需要别人帮忙时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把诚意摆在桌面上。很多人喜欢画大饼，说帮我搞定这事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种话在成年人听来，既幼稚又没诚意。真正的聪明人，在开口求人之前，就已经把礼物或利益准备好了。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，更是对事情的重视。当你先把利益给到位，对方拿了你的好处，自然会尽心尽力地帮你办事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帮忙，更是一份责任和交易。而且，礼先到能帮你筛选出真正能办事的人。如果对方收了礼，说明这是有戏；如果对方坚决不收，说明这是难办或者他不想办，你也就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记住，人性都是趋利的，用利益开路，往往比用嘴巴开路要高效得多。22. 停止向别人解释你自己。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懂你的人解释了也没用。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误解和质疑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急于解释，
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或正确。但实际上，过度的解释往往被视为心虚的表现，而且非常消耗能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和立场，别人怎么看你，那是别人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你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就会迷失在自己的心路上。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人，他们的误解对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你完全可以一笑置之。强者从来不解释，他们只用结果说话。当你做出了成绩，当你站在了高处，那些曾经的误解和质疑自然会烟消云散。与其浪费口舌去解释，不如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上，活出真实的自己，无需向任何人证明。这种自信和从容，才是最强大的气场。23. 定期清理你的朋友圈，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，去接近那些能滋养你的人。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命运。如果你身边都是一群消极抱怨、不思进取、只会吃喝玩乐的人，那你很难独善其身，早晚也会沦为平庸。相反，如果你身边都是一群积极向上、充满智慧、事业有成的人，那你也会受到感染，不知不觉中变得优秀。人际关系也需要断舍离。对于那些总是给你带来负能量、总是想占你便宜或者三观不合的人，要果断远离或拉黑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不应该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去主动结交那些比你优秀的人，去接近那些正能量的人。虽然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压力，但这种压力正是你成长的动力。优化你的朋友圈，其实就是优化你的人生风水。通过筛选和升级社交圈层，你会发现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宽。24. 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很多善良的人都有救世主情节，看到别人过得不好，或者走弯路，就忍不住想去拉一把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。但往往结果是，好心没好报，甚至被反咬一口。我们要明白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造成的，他们的性格、认知和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现状。你试图去改变他们，往往是徒劳的，因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而且，你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，甚至让他们产生依赖心理。一旦你停止帮助，他们反而会记恨你。真正的慈悲是尊重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尊重他们的苦难，尊重他们的命运。你可以提供建议，可以给予适当的帮助，但绝不能越俎代庖，更不能强行干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，有些弯路是必须走的，有些苦是必须吃的。管好自己，默度他人，才是最大的清醒。25. 做个结果导向的人，不要告诉老板你有多努力，老板只关心你做出了什么成绩。在职场和商业世界里，唯一的硬通货就是结果。很多人喜欢标榜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觉得自己加班加点、兢兢业业，就应该得到赏识和提拔。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思维。老板雇佣你，不是为了看你表演努力，而是为了让你解决问题，创造价值。如果你没有产出结果，你的努力在老板眼里就是低效甚至无效的。残酷的现实是，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才重要。所以，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如何达成目标上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问自己，我要达成什么结果？怎么做才能最快达成？遇到困难时，不要找借口，要想办法解决。当你习惯了用结果说话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职场之路会顺畅很多，因为你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价值。
而不是廉价的感动。一，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听假话，因为真话往往最伤人，而听假话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二，独处守住心，群处守住嘴，财不外露，话不炫耀，别什么话都说，什么事都做，其实很多亏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。三，人际关系的好坏不在于你怎么对待别人，而在于你自身的强弱，只有强者才能获得尊重和宽容。四，越不懂拒绝的人麻烦越多，别人好意思麻烦你，你一定要好意思拒绝。五，保持距离，保持神秘，千万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人，更不要亮出你的底牌。一旦别人觉得你没用，翻脸会比翻书还快。请记住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是不会欺负你的。六，给别人好处要慢慢来，不要一步到位。你在试探别人，别人也在试探你。七，低调做人，你会一次比一次稳健；高调做事，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。八，一眼都能看破的事情，要装糊涂，谁也不傻。九，至少留30%的热情给自己，毫无保留的人往往输得最惨。对别人好的前提是先对自己好。10，凡事要留后路，学会稳中求胜。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要想长远一点，不能因为平时一点小事就毁了自己一辈子。学会圆滑处事。11，跟女人交流，不要跟她讲道理，而是要关注她的感受。跟男人交流，不要跟他谈感情，而是要关注他的思维。12，男人就应该人间清醒，搞钱上瘾，别整天别人不喜欢你，不体谅你，当你有钱了，鬼都爱你。13，女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即使把家里管理得再好，在男人眼里也是一文不值。14，小孩子才分对错，成年人只看利弊。一个心智成熟的人，不会为了是非对错与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自己认为是对的，做就行了。15，再难也不要发在朋友圈，没有人会真的同情你，还会招来一大堆看你笑话的人。保持坚强和独立。16，你越是在意谁，你就越是容易被谁影响和控制。当一个人说的话轻易就能让你受影响时，不管对错，你还是尽量要提防这种人，最好是远离这种人。17，两个人聊天的时候，别瞎扯；3个或者3个以上人的时候，要瞎扯。18，别听别人说打包票，往往是骗你的开始。19，这个社会上，别人是否尊重你，是否高看你一眼，不是由你认识谁决定的，而是由你是谁决定的。所以，不要总吹嘘你认识谁，而是要多说谁认识你。